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医学科学的奇妙世界，以及如何使用反物质来帮助医生检测癌症。是的，你没听错，反物质。这可能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它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披上你的实验服，因为我们将探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PET 扫描背后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以及它如何彻底改变了癌症的诊断和治疗。想象一下，听到你患有癌症这句话，这是一个人可能听到的最可怕的陈述之一。但在今天的现代社会，我们拥有了一系列卓越的工具来对抗这种疾病，其中许多工具源于原子和亚原子物理学的研究。然后还有一种似乎太未来主义以至于让人难以置信的技术，它使用了反物质，那就是 PET 扫描。首先，让我们基本了解一下 PET 扫描是什么。PET 即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是一种用于临床检查的和医学成像技术。与捕捉解剖结构的传统成像方法不同， PET 为我们提供了癌细胞功能性和代谢性图像，而无需侵入性的操作就能窥视人体内部复杂的 3D 图像。但反物质究竟是什么？看过我以前介绍反物质最新研究的影片的朋友一定已经了解了。反物质就像是与普通物质相比带有相反电荷的镜像物质。以电子为例，它们带有负电荷，但其反物质则是带有正电荷的电子，称为正电子。它们具有相同的质量，但电荷相反。反物质听起来可能像是科幻电影中的东西，比如星际飞船企业号的动力源，或者丹布朗的天使与魔鬼中的武器，但它是真实存在的，于1928年被保罗·狄拉克预测，并在4年后被发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反物质非常危险。当一克物质和一克反物质相互碰撞时，它们会相互湮灭，所有的质量都会按照质能方程转换成能量，以伽马辐射的方式释放出来，相当于广岛和长崎核爆炸的能量总和。那么一个如此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东西如何作为有价值的诊断工具用于诊断癌症这种致命疾病呢？又如何存在于人体内？更不用说安全的使用了呢。好吧，让我们深入探讨 PET 扫描的工作原理。在 PET 扫描中，反物质被间接使用，其中一个关键是正电子发射，这是一种罕见的放射性形式。当原子核内的质子衰变时，会转化为中子、正电子和中微子。这种衰变在自然界几乎不会见到，但可以在少数人造同位素中人为制造。这些同位素是通过将粒子束射向常见元素而制造的，这会导致它们转化为不稳定的同位素。这些放射正电子的同位素寿命非常短，通常只有几十分钟。在医学中使用的最长寿命同位素之一是富士8，其半衰期约为110分钟。为了理解这些同位素如何帮助检测癌症，让我们以一个例子来说明。PET 扫描中常用的一种物质是福代脱氧葡萄糖或福18FDG，其中含有富士8同位素。现今在核医学中用到的富士8都是人工制造的水溶液，方法是利用回旋加速器或直线加速器，将高能量约18兆电子伏特的质子轰击浓缩的重氧水，又称氧18水，可制出含有富士8阴离子的氢氟酸水溶液。溶液立即与脱氧葡萄糖进行化学反应，合成出所需的放射性药物。放射性药物不能通过将药品与氧18结合来制造，因为轰击氧18时所用到的高能量质子数会同时破坏掉药品的化学结构，因此制造含有富士8的放射性药物时，只能先生产富士8，再合成含氟药物。在实际扫描之前，患者会接受一剂这种放射性式踪剂，等待一段时间，通常约为1小时，是踪剂会集中在目标器官中。福18FDG 是葡萄糖的类似物，被身体组织吸收，但不能被细胞代谢，因此会在细胞内积累。这是由于在其发生衰变之前，它的代谢分解会因为其分子之中2分位上的氟而受到抑制。不过在其发生放射性衰变之后，其中的氟将转变为氧18，而且在从环境当中获取一个氢离子之后，衰变产物就变成了葡萄糖6磷酸。这样该衰变产物通常就可以按照普通葡萄糖的方式进行代谢，
正是由于癌细胞相比于正常细胞更容易吸收负18 hcG 形成高浓度的区域，所以医生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识别出来。有趣的部分来了，当负18同位素衰变时，它会发出一个正电子，但请记住，正电子是反物质，它们不会走得很远。当正电子遇到电子时，它们会相互湮灭，将它们的质量转化为具有非常特定能量的两条伽马射线。这些伽马射线以相反的方向传播。当这些光子击中探测器中的闪烁晶体时，它们会产生闪烁的光，然后由光敏感的光电倍增管或雪崩光电二极管检测到。复杂的计算机使用这些伽马射线的轨迹来精确地确定正电子的发射位置。这些事件被重建成称为正弦图的投影图像。当从多个角度和方向组合这些正弦图时，就创建了被检查区域的三维图像。单次 PET 扫描生成的数据可以达到数百万个事件，远远超过了 CT 扫描生成的数据，使 PET 成为一种功能强大的成像工具，并揭示出体内潜在的癌症簇。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度帮助医生准确定位疾病的位置和程度，有助于诊断和治疗计划。虽然 PET 扫描在与癌症做斗争中是一种强大的工具，但它们也有一些局限性。由于制造放射性同位素所需的专用设备，不是所有医院都能提供 PET 扫描，而且由于负18的衰变的半衰期仅约为110分钟，已经合成要迅速运送到检测地点，意味着他们必须在使用地点附近制造，有时需要在现场使用粒子加速器。关于其安全问题， PET 扫描涉及辐射暴露，但它是相对较小的。平均而言， PET 扫描的辐射剂量约为7毫西弗。为了让大家有个概念，一次 CT 扫描会受到2到15毫西弗的辐射。英国的平均年度环境辐射暴露量为 2.2 毫西弗，因此 PET 扫描相对安全。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与磁共振成像或 CT 扫描等方法相比， PET 扫描在定位癌症方面不够精确，所以在临床实践中PET 通常与 CT 结合使用，以充分利用 PET 软组织成像能力和 CT 的成熟技术。总之，医学科学的世界不断发展， PET 扫描中利用反物质的应用只是我们取得进展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从事踪迹注射到正电子和光子的复杂相互作用， PET 扫描为我们提供了窥视人体内部运作的窗口。这项技术源于我们对原子和亚原子物理学的理解，正在帮助医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检测和治疗癌症。尽管 PET 扫描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它们代表了肿瘤学家工具包中的重要工具，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癌症在体内行为的宝贵信息。谁知道在医学科学领域还有哪些突破性的发现等待着我们呢？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和我们一样令人着迷，不要忘记点赞，与朋友分享这个视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获取更多令人惊叹的科学和技术内容。感谢你的加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